自3月下旬菲律宾单方面挑起了牛鄂礁事件之后，至今为止该国都在接连拿该起事件做文章。中国外交部、菲律宾外交部轮番出来喊话也就算了，美国国务院有什么资格对此评头论足？站在菲律宾那边希望中国停止用所谓民兵船吓唬菲律宾的行动，可美国国务院真的认为中国吃这一套吗？中国渔民在自己的海域内调整休息，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美国充当搅屎棍，对南海问题大放厥词，对此外界纷纷猜测，中菲两国的关系很可能要生变。当然，这种担忧不单单是基于美国从中挑拨搅局，更是基于如今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态度。在近日的一次公开喊话中，杜特尔特声称，菲律宾将会坚持在南海的油气和矿产等资源的开采权，哪怕是为此出动军舰与中国爆发冲突，菲律宾也在所不惜。在此之前，菲律宾曾派出数艘军舰和军机进入南海，企图用武力逼迫中国渔船离开牛鄂礁。显然，菲律宾的牛鄂礁事件态度上非常强硬。可问题，牛鄂礁距离菲律宾最近的岛礁也要300多公里，距菲律宾的海洋专属区甚至更远。换句话说，牛鄂礁对菲律宾来说根本没那么重要，现如今却频繁拿这说事儿，想来绝对不是单纯的获得南海的油气等自然资源开放权这么简单。顺着这个角度，美国最近倒是与菲律宾走得很近，尤其是拜登上台后，美国开始不断拉拢中国周边的国家，菲律宾就是其中一个。为了拉拢菲律宾，美国对该国的态度温和不说，还给予军事上的支持。不仅如此，日本也接连向菲律宾抛出了橄榄枝。在菅义伟宣布对美国的访问结束后，声称要继续访问菲律宾。虽说日本是看在美国的面子上才拉拢菲律宾的，但不管怎么说，美日两国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中国进行压制。至此，中国内部出现强烈危险信号。面对美日释放的友好信号，杜特尔特是否会叛变成了我国人关心的问题。事实上，杜特尔特是个非常清醒的人，他清楚美日两国想通过支持的方式让菲律宾成为排头兵，跟中国对着干。前不久，杜特尔特就明确表示，菲律宾是个独立国家，我们需要中国。从这也就能看出杜特尔特的态度。不过，这并不妨碍菲律宾与中国作对。菲律宾下一任总统大选在明年举行，杜特尔特为了获取国内大量亲美势力的支持，必定会以针对中国的方式为明年大选做准备。分析认为，中菲之间撕破脸还不至于，但是小打小闹的举动是少不了的。在美国海军最新一次军事演习中，美军无人船对一艘模拟的中国军舰展开了攻击。一艘美国海军约翰·芬恩号驱逐舰向该模拟船发射了一枚价值500万美元的反舰导弹。随着中美关系的越发紧张，美国不再掩饰对中国的敌意。近段时间以来，可以明显看到，在对抗中国这一方面，美国已经进入疯狂的地步。军舰、军机在中国海域出现早已不足为奇，而无论该国找什么样的借口，最终的目的绝对是向中国发起挑衅。有趣的是，拜登的上台让原本对美国产生消极态度的美国盟友重新活了过来。在这些国家眼里，中美两国间的关系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于是选边站成了他们必须要面对的。就目前的全球排名来看，美国仍然位于第一，可中国也是不怕事的国家。近些年来，中国的发展早已打破了世界各国最初对中国的印象。当前，美国海军就如何与中国舰队进行作战展开了一次军事演习，其中包括拥有隐身无人船、先进的通信系统和强大的军舰，远距离发射高科技导弹。在美国眼里，如今中国人民解放军正部署反介入系统，例如导弹、轰炸机和舰艇等，这很可能导致西太平洋在未来成为美国海军军舰最危险的地方。就如美国媒体此次曝光演习中的细节那样，美国海军试图用无人机或者无人舰船来帮忙解决反介入问题，用机器人来侦察中国舰船，从而扩大美国舰队的传感器范围，帮助载人的驱逐舰和潜艇停留在解放军的射程之外。无人机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在海洋中纵横交错的行驶，用无源电子接收器来取代主动传感器，监听敌人的无线电辐射信号。随着无人机在精准定位了波船后，将数据传给卫星，卫星便将数据转发给美国海军约翰·芬恩号驱逐舰，利用演练对一艘模拟的中国舰队进行发射攻击。这绝对不只是单纯的演练，很可能是在为战争做准备。中美博弈已经不再拘泥于外交，军事上的较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激烈。美国在这个时候不想如何跟中国缓和关系，反而对这模拟船进行演练，
摆明了是在释放危险信号。毫无夸张地说，战斗预警已经响起，中国必定要有所准备。以美国现在的国内危机，加上该国这段时间一系列疯狂举动来看，保不齐拜登会有狗急跳墙的那一天。美国可能来真的了，这不是危言耸听，我国人应该放弃幻想，随时准备应对来自美国的攻击。2034年3月12号，中国在南部海域朝前来挑衅的美国驱逐舰开炮，中美海战自此拉开序幕。这是美国一名退役海军上将在一本小说中描绘的场景。尽管这并不是真的，但是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关于中美战争，美国人早已预想了一个可能的时间点，而且甚至还可能比2034年更早。美国另外一名高级将领表示，中美开战或许应该更早，将是2024年或者是2026年的事。可见，美国同中国零和博弈的思维已经广泛的存在于美国国内。更加危险的是，最近美国方面又更进一步预想了未来在中美海战中，美国该如何同中国作战。日前，美国海军举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舰队战斗演习。美国媒体形容这一演习为展示如何同中国舰队作战的预演。那么，究竟美国是如何开展这样一场演习的呢？大体上，美军的这次演习可以被认为是一场融合了有人和无人作战平台的海军演习。也正是因为这是美军首次进行载人舰艇和无人舰艇的混合作战，所以才被外界称之为史无前例。演习的重点，美军放在解决反介入问题上。我们知道，一直以来中国都坚持走和平发展路线，因此在国防上，中国也呈现的是防御姿态。近些年来，中国切实提升了区域拒止作战能力。对于中国这样的能力，不少国家都曾给予过高度评价。俄罗斯曾认为，中国凭借着这一能力，可在中国沿海周边抵御任何一个前来挑衅的敌人。而日本则认为，中国目前的区域拒止能力足以把美国航母限制在第二岛链。可见，如果美国真的要在中国周边发动一场战争，那么破解中国这一坚固的防御能力，必然就成了他们的重中之重。为此，美国海军计划在现有的舰艇基础上，再额外增加数百艘无人舰艇。众所周知，无人艇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将在海战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与无人机的蜂群战术类似，未来无人舰艇凭借这一战术发挥巨大的威力。更为重要的是，相比于有人驾驶舰船，无人舰艇不用考虑人员伤亡的情况，因此将会在未来海战中充当战争的先手，因此其危险性也不容忽视。美军通过这次演习也证明了这一战法的可行性。从美军如此大的动作来看，其似乎已经下定决心与中国一战，并且对战争的结果颇有信心。但是在美国前国务卿看来却恰恰相反，在对华关系上，美国应该学会同中国共存。在他看来，中国正在以超乎美国想象的速度在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应该讨伐中国。